如果我说这一幕看哭了很多人，相信吗？各位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叔叔对假面骑士嘎布近2集发展的个人性的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接着往下看吧。本节叔叔想以自己对吉普改观的过程为引，谈谈我对近2集某些问题的看法。初看第35集开幕，吉普在看到蓝光理想提交的企划书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情。最开始我是以为他和古罗塔那般担忧起了公司的未来发展，可若从这个方向去解读，他在独自面对蓝果时就不会是这般态度了。且下一集他向红色户口泄露情报，也将被解读为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让红色户口去阻止大哥完成这项计划，是不是听了就很别扭？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吉普的真正想法。而让我察觉到自己理解错吉普想法的契机，在于第36集开幕，吉普听到总统夸赞蓝果理想时，做出了这样的反应。把这几段结合在一起看，吉普之所以会在这里表现出震惊，完全是因为他被蓝光理想进货的手段给吓了一跳，进而意识到了曾做过进货担当的自己与蓝光理想在工作能力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而这一幕十分有趣的是，在吉普准备追蓝果以前，被利杰鲁抢先一步了。这个情节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体现出了吉普这个副社长徒有其名，更别提现任社长还是个甩手掌柜，因此节目组才会在第36集开头安排了社长在总统父亲面前邀功的情节。那站在吉普的角度，等哪天自己失宠或者大哥夺回实权，自己近期干的那些畜生事肯定是会遭到清算的。于是为了妨碍大哥进货，吉普才把情报泄露给了红色户口。那不管是借大哥之手干死仇敌，亦或是红色户口成功阻止大哥的计划，给大哥穿小鞋，进而让自己保住现有地位，都是吉普乐于看见的。可偏偏蓝光尼萨竟然被红色户口给干掉了，因此大战犯吉普也不得不背负起全部的责任了。借此，叔叔想再分享一条莫名戳中我笑点的评论哈，好好干哦，副社长，距离1000万份高级黑暗零食的目标还有9999万。然后我想再聊聊看完最新一集后自己对沙滩人界局势变化的猜想。不管蓝果这次是故意输给了深圳然后装死，还是实在打不过将继续装死尽管起变，节目的走向都是要在蓝果回归以前先把斯托马克斯的障碍给扫清。那怎么合理的让总统光临人间界也就成了关键。上期我的猜测是透过古罗塔干掉利杰鲁，再让吉普嫁祸给红色户口，逼迫女儿如父亲下场复仇。可在看到总统已经收到1000份高级黑暗零食后，我又蹦出了一个新的脑洞。黑暗零食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不吃就不会上瘾的。各位试想一下，若没有蓝哥这样的计划，就目前斯托马克斯这个进货量根本没法完成总统的订单需求啊。而一旦已经被投喂了黑暗零食的沙滩人高层或者财阀开始吃不上高级货的时候，总统的麻烦便会接踵而至。所以无论节目组想不想利用利杰鲁的死来激化各方矛盾，面对即便活着也完全靠不住的女儿和女婿，总统亲自下场都将成为必然。且最近总统的人间体演员信息也解禁了，而叔叔在意的点自然是总统会不会变成假面骑士了。私心肯定是希望总统能以本体作战的，可碍于大货需求，目前真不好说。当然，抛开这部分不谈，只要借着总统之手将黑暗零食散布到上流社会，在其失势过后，蓝果便也能趁虚而入，进而实现自己的野心了。可是要完成这个目标，二哥就不得不参与其中。毕竟蓝果近期的抓人计划是建立在水母哥的毒素被量产化这个大前提下的，所以为免蓝果下线期间吉普等人也能复制这套模式，二哥就得隐瞒水母哥毒素的存在。也就是说，大哥二哥是否暗中勾结，同样是后续看点之一。就即便把二哥设置成墙头草，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实际怎么发展还是得看节目组如何安排，好吧？本节最后，叔叔想再稍微聊聊这2集由小丽的故事线所延伸出的一系列热议话题。我没有兴趣就此高谈阔论一番，并得出个顺着屏幕前大多数人的结论。因为在叔叔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只是想向人纠结于这点的观众提一个问题：要是主角团任意人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小绿去演唱会，那和不修终日将深圳母子关在宅子里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只要是人口密集的地方都可能成为目标，那学还上吗？班还上吗？大家的日子还过吗？为了苟活于世，就都别寻求幸福了吗？这个问题本就是无解的，只不过节目的主旨早已在第5集借由深圳的内心活动传达给观众了。所以故事构成上，假面骑士能做的只有守护每一个小绿，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去逃避问题。不然吃货生便真成了某些群体口中塑造倒退的主角了吧。这一节将会以第35到36集复印轨为引，谈谈叔叔对新国妈妈、家长投诉以及嘎布战斗逻辑的个人理解。全网独一家，这也不给点正面反馈支持下的话，确实挺打击叔叔积极性的。毕竟能看到这里的都不可能是虔诚观众了，你们都不顶我，难道我指望只看战斗集锦还有云解说过火的人顶吗？那不如不做好过了。
开局制片人便表示，扮演小绿的田中小姐虽在女主试镜中遗憾落选，但是给三元监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且她本身就很有辣妹的气质。节目组判定让其出演在开头便登场的小绿能够强化信果的辣妹属性，这才向她发去了 offer。至于节目组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考虑，就不得不牵扯到信果饰演者宫部望美了。在试镜嘎布以前，望美其实还参与过《嘎加朵》以及《奔奔者》的女主选拔，而她在这几次经历中留给评委们的印象与辣妹一词不能说毫无关联吧，只能说完全相反。她也曾在访谈中表示，要出演信果对当了21年乖乖女的自己而言同样是变身。即便如此，望美这次还是通过了最终选拔。虽然官方对外宣称她在试镜过程中体现出了可靠的姐姐般的感觉才被选中，但背后的原因与她那双能单防詹姆斯的大长腿密不可分。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了，只因望美的身材无论放在哪里都像是漆黑中的萤火虫，那么鲜明，那么出众。即便节目组为此挑了个与辣妹社长性格完全相反的人饰演女主，从结果论来说，他们当时的选择无疑是对的。毕竟没有望美那手办一样的身材，信果每周对应节目主旨或是临时印象的穿搭，便无法成为快乐调色里秀色可餐的存在。更别提望美这样的演技从不拉胯，对辣妹的口吻拿捏的又恰到好处，再加上信果的人设还特别讨喜，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才会如此惊艳。可以说萨奇卡桑能成为每周日常驻的热搜词条，正是上述这些东西堆叠在一起的结果。而至于叔叔，信果妈妈是我近10年甚至9年来最喜欢的骑士棚女主了，没有之一。不知道屏幕前有多少和我一样的观众呢？回到复印鬼 report， 蓝国尼桑演员总本高史对这一幕的感受是好冷，因为当时是1年里最冷的时候，为了拍这一幕，他们还得大晚上去屋顶吹了好久的风。另外，总本就最近蓝国尼桑录在推特热搜词条排行榜榜首这个事情调侃了一番。那按理来说，这2集复印鬼应该是近2周才录的，我原以为会更早一些，毕竟高普太早开拍了嘛。目前蓝国尼桑这个词条已经登顶3回了，而且上周日很夸张的是，连豪兽者这个常驻热搜词条都已经调出榜单以后，蓝国尼桑还在榜1坚挺了好久，可见日本观众也和叔叔一样特别钟爱蓝国尼桑啊。看到这一幕时，松本表示这家子人只有蓝果纯粹的为了公司和家族着想，且还有着长远的打算。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很腹黑，明明好好联手的话，斯托马克社肯定能蒸蒸日上的，但他们个个都只顾着自己，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用小团体对斯托马克社的评价会更为形象，更有味道。斯托马克社巨是一坨屎，闪是满天星。关于斯托马克家每一位成员的特殊能力都是由三元监督设定的。西塔、基普一直依赖着彼此，所以让他们在战斗时同调。格洛塔是暴力担当，所以赋予了他储存受到的伤害再一次性反弹的能力。至于蓝果则是非常强，给到人那种谁都无法触碰到他的印象，因此给他添上了自动防御。顺带一提，总本表示拍完挥剑这场戏后，肌肉酸痛了2天，只因道具实在是太重了。到了第36集复印鬼，三元监督透露，你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这句台词对生真和蓝果而言都至关重要。为了让人在意和产生探究的欲望，他才在上集刻意设计成了需要观众主动调大音量才可能听清的效果。话虽如此，叔叔认为这和我之前的观点是不冲突的，因为上集就没法让深真反驳这句话，在如此压抑的基调下，让蓝果说出这样一句台词，无疑越界了。当然，非要细究，要是跟你妈妈一样是人类的话，就能一起去死了，这种恶臭台词更该用飞机的声音掩盖掉，好吧？顺着这点，我再把嘎补上个月收到的另一起投诉给补完哈。一位家长表示，某部子宫像特色节目让一位拥有总统头衔的人以卑鄙小人的形象出现了，请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塑造政治家，这会让孩子们觉得他们皆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会表现出这样的担忧是正常的。等哪天咱们也为人父母，或许也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了吧。另外，我想多提一句，第28集结尾是并没有收到过家长投诉的。那么为什么咱们这些非本土观众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呢？我想这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看到这一幕时，制片人问起了总本对格洛塔以及演员的印象。总本表示，格洛塔的演员千岁真知本身就很有姐姐的气质，因此在现场他都直接称呼千岁为姐姐的。另外，他认为蓝果是有了战略性的想法后才行动的类型，而格洛塔则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行动的人。至于尼耶鲁布，总本吐槽他是家族里最坏的人了，总是故意把水搅混。明明蓝果都把事情安排好了，但尼耶鲁布总是在背后搞小动作，就可能马上酿成大祸了，还不知会大哥大姐一声。而关于西塔基普，站在节目构成的角度，蓝果只是把他们当成手下和棋子来看待，所以总本对他们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另外，编剧香村诚子并没有在剧本中写出百宝瓶内部宝藏们都流出了液体的情节，也就是说，这段是三元自己加的。
最后是关于 Master Gabu 的第3期讲解。那堆凭空生出的瓶子，其实代表的是 Over Gabu 的力量。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每个瓶子上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Gabu 每触碰一次瓶子就会蓄一次力，然后再一口气释放出来。不知道各位初看的过程中能否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原理呢？反正叔叔当时已然无暇思考，全顾着爽了。当然，我也希望这不是3元的又一个开局即巅峰，好吧？相信吧。另外，这段用4只爬行冲刺再突然消失的表演，同样是在现场临时决定的，实际的效果也有叔叔的反应为例。还没看的观众建议视频结束后去补一下。最后还能聊的是，为了呈现出有别于常规且更具冲击力的标志性踢技，本次在动作监督藤田惠的坚持下，为最终形态的骑士踢融入了空手道中的竹刀。平心而论，在实际收看第36集以前，我一直以为 Over 和 Master 2种模式会相对独立，在战斗过程中是无法随意切换的。但也确实只有这样操作，Gabu 才能克服掉 Over Model 高攻高防却很笨重的问题。也是因为这点，我顿悟了第33到34集为何节目组要让只想要战斗爽的观众不爽了。因为不呈现出单一形态的缺陷，如今就没法表现出解锁双形态后的战斗到底有多爽了呀！对不起，柴崎先生，我错怪你了。这句话我就在屏幕前曾为此诋毁过柴崎监督的观众说了哈，不谢。借此，我想再聊聊 Gabu 的派生形态登场时间分配的问题。近期呼声最高的自然是 Gabu 为什么都不怎么变蛋糕王了。抛开产品展示期已过这个剧外因素不谈，剧内生真不再使用蛋糕王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暴雪雪巴本就是蛋糕王的上位替代，还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必要的话，生真还能变成及2家所长的限定形态。暴雪雪巴会随时融化，这点也完全能趁着战斗间隙去刷新这个形态的持续时间。总之，要想规避这些弱点，只看节目组想不想而已。非要说起来，这个纯粹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本来创作者们就只是想让两边打起来，又不分出胜负，或是让某一方输得没那么难看而已。这难道不比无缘无故来一句你捡了一条命更为合理吗？真让哪一方被打到滚地为止，某些群体又不乐意了，所以叔叔才说这届观众很难伺候啊。然后是关于百宝瓶的限制问题，在第36集最后，深圳是有明显表现出体力不支的状况的。目前暂不清楚是不是他来回切换最终也跟使用蛋糕王一样，会对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了。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给百宝瓶添上各种限制，既能保住它的胜率，又能合理的让其他派生形态返场，避免大炮轰蚊子的尴尬局面出现，还能给到巴冷和布拉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不应该是好事才对吗？自从 Gabu 播出以后，相信各位或多或少看到过香村的问题老生常谈了。香村不会描写反派，香村的剧本白开水，类似如此这般以香村过往作品出现的老毛病套用到 Gabu 身上的言论。如果有观众在叔叔的视频底下发出这样的评论，我一般会回他不能拿战队和骑士做比较。叔叔也曾与为此反驳我的用户辩过几次经。可笑的是，我辩到最后才发现，说出这种言论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看过香村除 Gabu 以外的作品。为了改变香村在这些人眼中的刻板印象，叔叔才判定这次有必要专门整个章节辟辟谣。虽然感觉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也不会看这个视频就是了，但以防屏幕前各位被这种言论带偏，这一章还是有存在必要的。正如我刚才所说，不能拿战队和骑士做比较，根本原因在于两者面向的受众年龄层存在的差异。一般来说，战队面向的观众年龄层在3到5岁，而骑士则在5到8岁之间。这也注定了假面骑士在通常情况下会比超级战队的连贯性更强。所以拿香村常年驻扎战队棚写单元剧的经历来评价他的剧本水，是否有失公允了呢？我知道肯定会有好事的观众拿香村写过维加朵来反驳叔叔，但我想说的是，香村当年是被拉去救火的，各种缘由叔叔也没法3两句讲明白。各位只需知道维扎朵的调调是制片人宇都宫孝敏和主笔木田刚的作风所致就行。顺着这点再谈谈不同的制片人在节目方针上的差异。像刚刚提及的宇都宫批就曾多次表示，不同理念之间的相互碰撞交给假面骑士来做就好，超级战队还是要简单一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出自宇都宫批手底下的敌对势力大多都坏得很简单粗暴，主角们的宿敌构建也趋于公式化，再加上骑士战队本就挨在一起放送，这其中也有着做出差异化的考量在内。所以拿制片人的方法论以及战队的局限性来定义香村不会描写反派，是否同样有失公允了呢？以免有些观众没理解制片人和编剧的关系，我还是多提一句，故事的方向是制片人说了算的，作为乙方的编剧在话语权上并没有大部分观众想象中那么大，且很多时候现场拍摄时编剧的剧本是有可能被更改，或是根据监督组喜好加上更多细节的，这个咱们有必要先达成共识，好吧？至于香村写的反派终其神隐的论调，叔叔是这样理解的，
在嘎普第3篇章暴风骤雨般的展开过后，斯托马各社中期掉线所引发的不适感早已被冲得烟消云散。时至今日，还有人把这个拎出来讲，多少也有点自讨没趣了。而会让人对香村产生这种刻板印象，大抵是因为他在快景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操作。为此，叔叔也有必要耗费点篇幅解释下前因后果。在宇都宫皮最初的构想中，快道门的宿敌扎米果在第2话以人间体冒泡以后，会到故事中后期再正式登场。可由于当时节目组成功邀请到了已经有点名气的入江圣仪出演，想着也没什么长下去的必要了，这才更改了路线。虽然这最终导致了扎米果于中期神隐，但考虑到其中还有人气演员档期冲突等因素的影响，那把这些都怪罪到香村的写作风格上，多少有点没道理，甚至缺乏常识了呀。站在香村的角度，在宇都宫皮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求变的。所以在写完白山社一郎主皮的机械战队全开者后，他才会在访谈中直言，构建出有北约巴斯克、巴库雷、扎米果这些宇都宫皮式的主角宿敌史黛西，是为了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样，他答应5部批来写假面骑士，在叔叔看来也是为了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不然身为战队痴的香村本应更适合在好手者发展才对。所以拿香村的过往作品的老毛病套用到嘎布身上是不可取的。我想作为真正看过香村过往大多数作品的观众来说，叔叔也有资格说出这句话。至于我为何会这么说，相信一路和小团体追过来的观众都十分清楚，在此也不赘述了。顺着这点，叔叔想再说一个事情。前2天剪辑reaction的过程中，有被初看时闹得一身鸡皮疙瘩，叔叔竟再次流出了液体。我想这也是我如此钟爱嘎布的原因之一。可明明嘎布是让我如此爱不释手的作品，却还是能被某些群体各种挑刺，来自无端谩骂，更有甚者因为叔叔对节目的赞赏，各种抹黑攻击我，曲解我的每一句言论，把我打成了唐学长 No.1， 这无疑不让我心寒。明明不去看就好，但明明还是忍不住，这也直接导致明明萌生了退役。不过在看到网友们纷纷站出来为假面骑士辩护过后，明明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明明叔叔就如同假面骑士一般，也得到了很多同样在享受节目的同好支持，不是吗？至此，明明也与叔叔达成了和解，哪怕只是为了屏幕前的同好，叔叔也得尽可能的坚持下去，守住我与大家的容身之处才对。后续我打算沿袭近期的模式，在小团体 reaction 之余，每当有表达欲时，便像现在这样加更一期。各位有余裕也请多看看叔叔的评论区，其中有着不少的宝藏等着各位前去挖掘。对于这些与叔叔共同在维系这片容身之处的同好，明明无以为报，只能在退役以前尽可能留下更多有意义的视频了。能耐心听完明明这些心里话实属不易，也希望各位能在剩余不多的集数中继续享受嘎布的魅力，以及你与我的一期一会。多看小团体 reaction，加拿。